嗨，大家好，欢迎来到10人驾到的你不知道三国系列，我是主持人叉叉 Y， 我是金老师。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这一集要来讨论是《三国》这个电视剧的第43集。在这一集的内容，它呈现的是赤壁之战之后，曹军方非常的狼狈，当中也出现了一个名场面，许褚好不容易逃出升天之后呢，回到曹操的身边，一直在哭啊。这个时候曹操就安慰他，甚至呢还跟他说下一个，成为了这个网络的迷因梗啊。我自己看到这一段的时候非常傻眼啊，我不知道金老师看到的时候是怎么样啊？我想先问你，为什么会觉得傻眼呢？因为非常的口语啊。哦，对，就很像古人之间在谈话嘛，对不对？是啊。那我个人则是觉得这一段啊，虽然说有人就会把这一段特别截录出来，然后说，你看陈建斌的曹操说话是很有道理的，说什么失败其实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因为他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弱点，然后呢，我们有机会突破自己的弱点，让自己往成功更多的迈进。当然，这种鸡汤文学，我觉得说，好啊，你要讲也是讲的很有道理。不过刚刚有讲到嘛，他成为网络上的迷因嘛，我最喜欢的改动是什么呢？他就说许褚在那边哭，我支持富邦勇士，但他已经6连败了，天啊，我看不到赢球的机会了。然后此时曹操就会抱住许褚说，你哭什么？你不是有李雅英吗？我在加李朱恩给你。然后我看到那段只是觉得超级好笑，就是如果有关心棒球，尤其是中华职棒的人，一定会觉得说，天啊，这一段真的是太棒了，改编的很棒。好啦，不管怎么样啦，至少曹操方没有这些富邦啦啦队嘛。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剧情转折，就是非常著名的司马懿登场啦。那当然啦，司马懿在《三国演义》的后半段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啊，所以我们这一集呢就要来好好聊聊有关于司马懿这个人到底是何方神圣喽。好，介绍司马懿就先介绍他的家族，他的家族呢简称为河内司马家。当你看到一个家族前面会冠地名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个直觉反应，就是这应该是什么世家大族，因为司马家其实也是累世公卿。司马懿的爸爸叫做司马防，甚至曾经当上官员之后举荐过一个青年说，我推荐他当洛阳北部尉这方面的官职。那这个青年是谁呢？就是曹操，算是曹操官场生涯的开始。当然啦，后来曹操不是逐渐的势力崛起壮大吗？然后呢，地位也越来越崇高，甚至后来当上所谓的魏王嘛，对不对？那后来他大摆筵席的时候，就看到司马防，当时曹操就跑去找司马防说，你觉得以我今天的地位跟才能，我还能不能去担任洛阳北部尉这个官职啊？就有点像是亏自己的老长官说，你觉得我这个人像样吗？然后这个时候司马防是怎么回答的呢？司马防说，我当年推荐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很适合当洛阳北部尉。然后曹操也是哈哈大笑，觉得说，这个回答很巧妙。他也不回答曹操的问题，就是说，你觉得我现在适不适合？就告诉说，我当年没有看走眼，我觉得你那时候很适合，你看你现在到底合不合适？有点像是反丢给曹操说，问题现在球丢到你身上啊，你要怎么回应？然后曹操觉得说，有趣，老长官嘛，对，毕竟要给几分薄面的哈。在建安6年的时候，当时曹操就有听说过司马家的二公子司马懿，他是有些才能的，来我这边来当官吧。结果司马懿却觉得说，现在是个乱世，汉朝的国运已经衰微了哈。曹操你固然这个时候好像是大汉守护神，挟天子以令诸侯嘛，或是更确切的讲，就是奉天子以令不臣，掌握了国家大事嘛。但是谁知道汉朝到底什么时候会彻底的衰弱呢？你曹操今天有优势，难保明天你不会被其他人击败啊？乱世还是不要轻易的冒出头。所以当时司马懿就回报说，其实大人有所不知啊，我有病啊。什么病呢？在史书当中叫做风痹，这边的痹就是小儿麻痹的痹，意思是说我全身都僵硬啊，不能行走啊，我就是个残废啊。你怎么可能找个残废去当官呢？所以大人谢谢你的好意但是你看我这副病样对我就不能去那曹操就觉得说，以前都没听过司马家的公子有病，怎么这么巧啊？来人去看看他的状况。此时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司马懿虽然很年轻，但是有影帝般的演技了为什么？因为来人去打探之后发现，司马懿真的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了，所以就回报给曹操说，我看司马家的儿子是真的有病可能真的是不太适合当官但是时隔7年之后，曹操
又下令说，司马懿的二公子，听说你很有才能，出来当官吧哈。而且这个时候曹操直接对使者讲说，如果司马懿再给你们犹犹豫豫哈，那个虚以委蛇哦，你就直接把他给收押哈，我管他有没有病，你得给我出来。哇，司马懿一听就想说，哇，这次不是装病所能够解决的哈，于是终于决定加入曹操的麾下。那司马懿的官职叫做太子中庶子，简单来讲就是为曹操的接班人曹丕当一个辅佐性职的官员。不过很有趣的一点，在魏略这个史料当中有记载另外一个司马懿从拒绝当官到投靠曹家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什么样子呢？就是曹操有个部下叫做曹洪，那曹洪知道说，我是个武将，我没读过书的哈，我自己的才能有限，听说司马家的二公子司马懿很有才能啊，来，你来我底下来当官吧。结果司马懿却觉得说，那曹洪就是个老粗，我世家子弟耶，世家子弟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你要熟读经书嘛，就是起码你要很会读书嘛，对不对？那曹洪是怎么样？是拿着刀从那个刀山血海当中砍出来的官职，这种武人粗俗，我不想要跟他相处在一起。所以当时司马懿就说啊，我有病啊，也是同一招装病哈。不过这次演技没演的那么夸张，他就拿那个拐杖说，你看我都已经不良于行这个样子了哈，我是真的没有办法帮你哈。那曹洪后来不知道从哪边听到说，那个司马懿是装病啊哈，他只是糊弄你，其实他是因为瞧不起你才不想当官。曹洪就火大了哈，就跑去跟曹操打小报告说，我们曹家要征召司马家的公子，那个司马家的公子还瞧不起我们曹家的人，曹总你说该怎么办？那曹操一听当然就觉得说，小子不给你点颜色瞧瞧，你不知道我曹家的厉害，立刻下达命令说，你给我出来当官，不出来当官的话怎么样呢？立刻把你关起来。司马懿吓到，当场把拐杖给丢了，说对，其实我没有病哈，我一心就想要为曹家企业好好做事，立刻就跑去当官了。这是第二种版本的说法。那到底这两种说法哪一个比较可信呢？我只能说在《晋书》这则史料当中，他描述的情节比较详细，因为就连司马懿的老婆张春华，她都有帮忙隐藏老公的行踪，避免老公成为曹操的官员。那故事是这么说的，当时司马懿不是说啊，我有那个封闭啊，我全身上下不能动啊，就躺在家里的床上。然后我又有提过，世家子弟你是要读书的嘛，对不对？你要有才学嘛，对不对？所以呢，司马家当时正在晒书，就是让那个书籍可以被太阳照射，这样子比较有这个保护的工作，避免湿气过重嘛，对不对？结果呢，突然晒到一半下雨了，司马懿一看，哇，那书被雨淋到还得了，就立刻跳起来赶快去收书。结果家中的婢女经过就发现，老爷不是说有病吗？怎么活蹦乱跳的？张春华一看说，哎呀，被人看到了，这个婢女不能留了，唰，立刻就把这个婢女给杀害了。这件事情就让司马懿非常感激说，我的老婆真的是英明果决，要不是有她隐瞒，这个戏还不知道要怎么演下去。哇，这个以前人做事也做得蛮绝的。应该这么说吧，在古代婢女很像是所谓的私人财产，所以其实主人要对他们做什么事情，往往其实外人也很难直接批评论断。当然啦，你说这有没有问题呢？有，其实这还是有涉及到罪行的。但问题是，你就想想看，谁没事会去有钱人家里面24小时监视说，你怎么少了一个婢女呢？对不对？人家婢女一定是很多的啊。所以不得不说啊，就是在古代那个社会，你当婢女或是男仆，其实可能是要付出一定的生命风险的哈。那回到电视剧，电视剧当中，我觉得它就有一些改编，就是里面的司马懿，他最初也是在牢里面嘛，对不对？好说什么啊？其实我一开始并没有想要当曹操的官员。好，这边有一部分是模拟自史书，也有监牢这个要素。可是后来他是好像就说，我终于等到一个时机点了，我此时愿意投效曹老板。这个就跟史书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史书当中感觉起来，不管是哪个版本，司马懿都是被曹操逼的，比较被动啊。对。然后重点是我当初看那个电视剧，一看到司马懿登场的时候，我就想说，哦天
天哪，为什么司马懿是长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司马懿的演员叫倪大红嘛，不得不说倪大红这位演员就长得比较适合反派的脸，他要披头散发的。你要知道，在古代的男生应该怎么样？你是要把头发往上盘，绑一个发髻才对。披头散发往往是疯子才有的行为，所以我就觉得说，天哪！你说你在牢里面披头散发也就算了，他在后来的剧中，很多时候还是披头散发。再搭配倪大红那个尊容，就会觉得说，这应该就是我看过最猥琐版本的司马懿了。你怎么会这样子形容他呢？那你有看过其他版本的司马懿，你觉得不错的吗？我就这么说吧，我很喜欢一个漫画叫做《火凤燎原》。OK， 火凤燎原当中有一个设定是什么？就是说司马懿跟一个人长很像，谁？跟周瑜长很像。那不要忘记，周瑜是个帅哥嘛，意思说在火凤燎原的世界当中，司马懿也是一个帅哥。你看，就跟那个倪大红，你不会说倪大红他是个帅哥嘛，对不对？你不要这样，人家长得比较成熟嘛。因为我自己个人看倪大红之前的作品啊，他之前有演过《满城尽带黄金甲》里面的蒋太医，也是很猥琐啊。人家蒋太医他是比较睿智嘛，他在幕后啊。我对蒋太医最有印象的画面就是他的女儿嘛，跟太子好像就是有发生一些亲密接触嘛。结果后来就是因为一些原因，太子就很不高兴要走嘛，然后那个蒋太医就一直跟他后面说：“太子息怒，太子息怒。”我想说，天哪，太孬了吧！就是你要攀附那个权势的那种露骨的感觉，我真的会觉得说啊，好猥琐啊！所以一说蒋太医，我想说讲来讲去也是很猥琐的一个人啊。那如果我们撇除倪大红这个演员所诠释的司马懿啊，我另外一个印象蛮深刻的司马懿是在另外一个电视剧，就是《军师联盟》里面的司马懿啊。哦，这个电视剧我也有看，因为在新三国当中啊，他还是比较走所谓三国演义路线。是。好，如果是走三国演义路线的话，有人这么说，前半段的主角是刘备，后半段的主角就是诸葛亮。那既然诸葛亮是主角，那诸葛亮的对手司马懿一定就是一个反派角色嘛，对不对？是嘛，没错。所以你看才会找倪大红这种算是反派专业户来演，完全专业对口嘛，对不对？可是《军师联盟》当中很有趣，这部剧它是以司马懿作为主人公为出发点，所以他们找的演员最起码就不会像倪大红这样的形象，他们找的是吴秀波嘛，对不对？然后他登场的时候，也就是你看他有绑发髻啊，然后他的胡子也刮得很干净，因为那是青年司马懿嘛，起码就会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哎呦，这个人最起码是蛮正常的一个人，而不是像新三国的司马懿一登场会觉得说好特别的一个人哦。不过既然讲到军师联盟，我觉得另外一个蛮值得一提的，就是在三国里面演刘备的于和伟于老师啊，结果在军师联盟里面是演曹操，没错，形象差非常非常多。所以网络上都有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好期待于和伟老师再去演孙权，这样子三国尽归于和伟，对不对？甚至我觉得看军师联盟这部戏的时候，有时候脑袋就会觉得转不过来，因为有一幕是怎么样，曹操就跑去哭荀彧，就是于和伟老师演的曹操跑去哭荀彧说：“天哪，令君，我们不是说要一起平定天下，你怎么可以先走呢？”结果我看有网友在底下留言说：“哇塞，我差点以为说三弟你怎么在棺材里面？我们桃园三结义在哪里？”然后我想说，倒也蛮合适的啦，对，所以有时候看电视剧，不同的电视剧，然后相似的演员的时候，就觉得说会有一种就是好玩的一些梗，比如说同一个演员演不同的角色，又或者是同一个角色由不同的演员来诠释，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不同的剧组对他们有不同的设定。然后呢，你刚刚都有提到就是不太一样的司马懿嘛，火凤燎原的司马懿其实还是维持着就是智者的角色。是。好，那我告诉你，我看过最扯的司马懿是什么？是日本的漫画叫《龙狼传》。天啊，里面的司马懿很颠覆因为里面的司马懿是武术的绝世高手，是那种连吕布在他前面都可能会被他秒杀的那种存在。到最后就是一群已经武功练到妖怪等级的人，他们的最高目标就是我们要击败司马懿。那时候让我看了就想说，我的天啊，这是我看过最特别的司马懿，就是司马懿在战场当中，他不是靠智谋，他可能就直接在战场当中开无双，而且还不是那种真三国无双当中就是那种军师型的角色那边开无双，而是像是吕布或者是关羽一样，就直接拿武器这样呀，一堆人就飞起来。这可能也算是一种另类的诠释啦。
好，以上这个就是我们这一集的内容啦。我们介绍了有关于司马懿这个人是如何崛起的，不知道大家在听完我们的故事之后有什么样的想法？欢迎在留言区帮留言，我们来跟你做互动跟讨论哦。你不知道三国系列，我们下次再见，大家拜拜，拜拜。